在美国的俄亥明州的一个农舍中，时常会出现许多黑色的怪物。这些怪物只要看到人，都会掏出他们的心脏，然而心脏又生出新的黑色怪物，无限循环。究竟怎么样才能破坏它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好几天没有跟 SCP 了，私信里面都给我催炸了，所以今天赶紧给大家安排一波。从上一期的 SCP-2935 中点赞最多的一个叫做1983的 SCP， 我去看了一下，这个 SCP 果然也是非常的屌炸天。但是我相信了解过这个 SCP 的小伙伴，一定对于13414的地级人员不陌生。不用多说，此时弹幕肯定是一波致敬。确实，这可以说是 SCP 里面最悲壮的故事了。那这个 SCP 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呢？而这个编号13414的地级人员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看前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分享，谢谢大家支持了。SCP-1983也叫做死境之门或者无处可去的大门，属于 Kate 级的收容物。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一个走进去有去无回的门。它由 SCP-19831 和 SCP-19832 两个部分组成。接下来就简单的说成1和2了。1是一间农舍，位于美国的俄亥明州，在1968年的时候被废弃了。1的前门在打开的时候似乎包含了空间异常，没有任何物质和光线可以从门口出来。当然了，除了2是一种大约 1.8米高的两足动物，它们是全黑色的人形怪物，极具侵略性，会袭击任何人或者动物。当2的个体与人类接触的时候，它们会将手伸进人类的胸腔，取出心脏并将其杀害，而且这一个过程都不会对人类的皮肤或者组织造成明显的损害。一旦获得人类的心脏，2的个体就会返回到农舍里面去。当 SCP-1983 被发现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俄亥明州附近发生了一系列的神秘死亡事件。SCP 基金会调查人员遇到了黑人怪物，跟踪后发现了这间农舍，于是基金会对1983进行了特殊收容，在 SCP-1983 周围的土地上建立了专门的哨所，叫做54，并且将其伪装成了一家化工厂。化工厂的大楼用作机动特遣队的营房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机动特遣队都要保护哨所54的所有入口。对于机动特遣队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，他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宗教信仰。哨所内所有储备的弹药必须是银子弹。1的前门备有24小时的全天候监控，警卫人员应在视线范围内接触任何2的个体，任何人员都不得在预定的测试规程之外接近1的5米范围内，否则后果会不堪设想。杀死2的唯一方法，那就是一边做祷告一边发射银子弹。所以刚才提到的机动特遣队是要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，用处就是不管信什么教都无所谓，只要祈祷是诚心的，内心是坚定的就有效。一旦2被杀死，他的尸体似乎会分解，留下一小部分硫磺。那这间农舍里面到底又有什么秘密呢？是否尝试进入探索过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机动特遣队的几次实验记录。在第一次实验记录当中，机动特遣队的小组被派遣进入 SCP-1983，试图调查里面的情况。该队伍进入后，前门突然就被关闭了，将小队关在了 SCP-1983 的内部，没有任何队员幸存返回。出路，但凡你可以找到任意一扇门，要么只是通向另一个房间，
要么就是通向危险。在这里，你只有2条路可以走，你可以选择饿死，或者被他们抓住，但是必须有人要来阻止这一切。办法就是摧毁他们的巢穴。我们跟随了一个怪物来到了一个房间，里面都是黑色的东西，中间有一大堆心脏在跳动。每个怪物都是从巢穴里面诞生的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黑影掠夺了心脏，又从中孵化出更多的黑影。我看到胸部都发麻了。我逃离了那个房间，无法接受这一切。不料怪物发现了我们，我逃到了一个黑色壁橱中，从那以后就一直躲在那里。每当听到有怪物靠近的时候，我就会关上壁橱。不过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因为还有几发子弹，但这也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我已经无法再认真乞讨了。如果你发现这份资料，希望你能够代替我去阻止他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定要进去摧毁巢穴，摧毁那最后一颗心脏。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了，请你下定决心。虽然你可能也会死，但就算你不做什么，也是同样的命运。那么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了吧？我会尝试将这份资料带到起居室，让你找到。我也不会让我的心脏为他们所用。已死之人向赴死之人致敬。最后，低级人员英勇赴死。进入后几个小时 ，SCP-1983的异常现象就消失了。据推测，是该低级人员将其无效化，也做了挽救很多生命的事情，被赋予了基金会之心。他本来只是个普通的地级人员，不具备任何超自然的能力。任何进入到这个门的人都是出不来的，能出来的只有那些黑影。但是他牺牲了自己，阻止了 SCP-1983 死进之门的异常状态。他的英雄事迹将其成为了拥有基金会最高荣誉的地级人员。当然了，留下资料的特工也是非常伟大的。这就是 SCP-1983 的故事了。其实正正觉得这个 SCP 里面的黑影就像是人类内心的黑暗面，但是自古以来，恶永远都不可能战胜得了善的，信仰可以战胜一切。SCP-1983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我最敬畏的项目了。无论是特工、机动派遣队还是地级人员，都可以成为英雄。明知必死还能一往直前，那一句已死之人向赴死之人致敬，真的让人很感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期的 SCP 画风是不是很不一样呢？非常悲壮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还是老规矩，留下你们最想看的 SCP， 进行点赞投票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